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作者陈破空。中国历史的起点在哪里？每当中外对比显出中国的落后时，有人总能找出百般借口予以辩解。尤其中美对比显示巨大落差时，有人就辩解说，人家建国已经200多年，我们才建国50多年，当然比不上。这一说法的最大误区在于，把中共建政50多年当成了中国建国50多年，即仍然是把中共混淆为中国。中国历史的起点绝不在1949年中共建政。作为中国的现代史，至少要追溯到1911年辛亥革命，甚或1840年鸦片战争。大一统之后的中国历史，则至少起源于秦朝，即2000多年前。而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记载的文明史长达5000年。应该说，5000年前的炎黄时代才是中国历史的源头，也是中国历史的真正起点。中共建政之前，中国历史远非一片空白。从4大发明到郑和下西洋，从战国百家争鸣到唐宋诗文璀璨，从周文王之治到康乾盛世，在漫长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都领先于世界。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落后、最反动、最黑暗的时代，反而出现在当代，尤其中共当政的前30年。中共建政之日，中国刚刚经历了数十年内外战火，但中国经济水平仍然名列亚洲前茅，基础不薄。中共乱世之后，中国在世界的排名才急剧滑落，1949至1979。历史是一条奔涌不息的长河，不能截断，也不容割裂。中共混淆历史概念，是为了掩盖其当政后把中国引向倒退于野蛮深渊的不争事实。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是什么？近代中国落后根源何在？中共教科书将其归结为西方列强的掠夺和欺凌。固然，在19世纪，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害给中国人民带来相当程度的损害。然而，外力不可能成为中国落后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其他亚洲国家同期也有类似遭遇，比如日本。19世纪末，日本推行明治维新，由于皇权的开明和支持，变法及政改成功，日本实现君主立宪，建立国会，实行选举，结束闭关锁国，跨入现代国家行列。同一时期，中国推行戊戌变法，却由于皇权中的保守派、慈禧太后等的干预和压制，变法及政改失败，中国继续沦陷于封建专制泥潭，仅保持经济改革及洋务运动。有人说，落后就要挨打，中日对比又是一个反证。满清经洋务运动，国力大增，所建海军、北洋水师位居亚洲第1，世界第4。然而，在随后发生的甲午海战中，相对强大的中国海军同相对弱小的日本海军决战，竟至全军覆没。船坚炮利，硬件何异？只要制度与人心、软件未改，表面上的富强不过是贫弱的面具。中国民众渴望繁荣和富强，但历史的警讯却一再告诫国人，繁荣和富强未必救中国。繁荣和富强是救国的必要条件，却绝非充分条件。毕竟历史上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康乾之治，中国的繁荣和富强不止一次，但终因未能建立有效的政治监督与制衡机制，没有先进的制度和焕发的人心，一时的繁荣和富强都化作过眼云烟。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内部，在于陈旧的制度，在于官场的腐败，在于政府的昏庸。20世纪下半叶，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根源更在内部。中共厉行独裁，煽动政治狂热，制造红色恐怖，荒废建设，破坏生产，使中国之道退于落后，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即便今日，中共依靠外资和外贸，打造了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但制度糜烂，官场腐败，丝毫未改。
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精神等综合指标而言，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犹如龟兔赛跑，继续保持落后姿态。三、中国历史的最大教训是什么？中国历史几千年，多少分合轮回，多少兴衰更替，但始终没有走出集权专制的怪圈。辛亥革命曾带来短暂的共和与民主，却很快又归于专制复辟。悲情的中华民族仿佛与自由无缘，而只能与奴役为伴。民众起义为野心家搭起一个又一个舞台，演变为一次又一次的最高权力争夺。当每一波动荡归于平静，专制与独裁便以新的面孔复位。王朝兴起，王朝腐败，王朝没落，如此这般的折子戏在中国反复上演。当今中共专制更是将这一剧情推向极致。没有以民权为核心的革命，只有以最高头目为中心的奔逐，不是致力于制度改造，只是热衷于江山沦作，集权与专制由此重复，周而复始。这是中国历史的最大教训。民间摆不脱个人崇拜的情节，强者放不下专制的欲望，国家挣不掉人治的阴影。于是围绕皇权或最高权力，各种势力殊死争斗，无休无止。思想与文化的禁锢，历朝相似，由此也禁锢了整个民族的生命力，使中华民族日趋保守和萎靡。漫长的中国历史曾经有2度文化的辉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弘论；民国初年言论自由，气象万新。既有大成并影响世界与历史的中国思想家，大多诞生于这2个时期。比如原有孔子与孟子，今有胡适与鲁迅。发人深省的是，前一时期出现在国家分裂或分治之际，后一时期出现在共和与民主出生之时。这种现象对臣服专制而不自觉或盲目信奉大一统的人们岂非当头棒喝。4、谁领导了抗日战争？上世纪3、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就在国难当头的危急之秋，频频制造内乱的中国共产党竟然提出1分抗日，2分应付，7分发展。毛泽东语，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却提出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一致抗日。蒋介石语，国民党说到做到，全面抗日。在平原，在山区，在黄河两岸，在长江流域，在中心城市，甚至在缅甸战场，国军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就在国军与日军激烈鏖战之际，中共游刃其间，从中渔利，扩大武装，抢夺地盘。中共不仅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消耗和重创国军，而且与日寇、汪伪、满伪政权暗相勾结，互通情报，彼此协调，共同对付和瓦解国军。毛泽东令潘汉年、杨帆等充当连日联伪特使。抗战期间，国军经历大型战役22次，小型战役近4万次，重要战斗1000余次，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达200多人，军人牺牲达300多万。中共军队可以提起的仅有平型关之战，林彪指挥，与国军合作，和百团大战，彭德怀指挥2役。然而就是这2次中小战役，也都遭到毛泽东的反对和痛斥，说是无端暴露了我方兵力，把日军引了过来。彭德怀惨遭毛泽东迫害时，曾悲愤道：难道连打日本鬼子都有罪？共产党及日本侵华而壮大，共军膨胀到200万，国民党因全面抗日而削弱，国军减员到400万。抗战后，国军肩负守卫漫长国防线、众多港口、桥梁、中心城市等巨大职责，兵力极其分散。中共军队却高度集中，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战术上以多打少的诡计，接连重创国军，最终颠覆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建立起空前残暴的独裁统治。国军与其说被中共打败，不如说被日寇、中共和苏联共同打败。1944年和1966年，日军和中共先后恶意毁坏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南岳忠烈祠，到1992年，中共才又重建赝品。1972年，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不由对方道歉，
却当面称谢说没有你们到来入侵，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中共执政，由此可见，中共与日寇早就沆瀣一气，臭味相投。中共谎编教科书，自称领导了抗日，然而默写的谎言涂改不了血血的事实。领导抗日战争的是中国国民党，破坏和利用这场卫国战争的是中国共产党。正邪自清，中间分明，无谁是海峡两岸分裂的祸首。1949年以前，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国家——中华民国，至少从1945至1949年情形如此。1949年，中共自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硬是将海峡两岸切成两国。如果以统一和分裂为标准来论公罪，中共宣传如是，那么毫无疑问，以暴力手段颠覆国民政府的共产党是制造海峡两岸分裂的祸首。在此之前，中共大搞武装割据和武装叛乱，自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的始作俑者。如今，中共大张旗鼓地反对台独，实际上另有目的，为了掩盖中共压制和迫害中国民众的劣行，淡化自身卑污的人权记录，中共以反台独为名，煽动民族主义，假装的爱国主义，以其转移国内民众视线，又以反台独为名，疯狂扩军壮武，强化对抗文明世界的本钱。为此，中共堆积大量导弹、军机、军舰，做是恐吓台湾人民。中共不惜耗费国之民膏，穷兵黩武的劣行，威胁和损害的不仅是台湾民众，也是中国大陆民众。近年，中共制定反分裂法，而不敢称其为反独立法或国家统一法，证明中共心虚，并不敢轻举妄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以此反分裂法，首先要被绳之以法的，就是两岸分裂的最大祸首中国共产党。中共处处打压台湾，封杀台湾外交空间，不遗余力。当台湾发生大地震时，中共甚至不准他国救济物质运往台湾。当SARS瘟疫由中国大陆传向台湾时，中共甚至阻扰世界卫生组织救助台湾。中共的冷血与敌意令台湾民众心寒齿冷，又怎能不离心离德，渐行渐远？六，谁是海峡两岸统一的障碍？当今台湾政坛有泛蓝和泛绿两大阵营，分别代表统派和独派，体现台湾社会的多元民意。倾向于大陆统一的泛蓝，并不主张急统，而留待两岸都实现民主和均富时。其代表人物的立场是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倾向独立的泛绿也没有把话说死，而称不排除未来与中国统一的选项，但如果中共不放弃独裁和武力威胁台湾，台湾就不可能与中国统一。换言之，台湾独派的立场不仅出于追求台湾主体意识，也是对中共独裁、打压、威胁的本能反应。事实上，台湾独派力量的增长与中共专制时间成正比。上世纪80年代，当蒋经国在台湾开启民主政治时，如果中共也能同步启动民主改革，那么两岸的统一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完成。1989年，当民主之花开遍中国大陆时，如果中共不是选择镇压和屠杀，而是选择和解与改革，顺应民心，实现民主，两岸的统一在那之后也很容易达成。有目共睹的是，正是在1989年，中共制造震惊中外的六四屠城后，台湾独立的声浪才渐次高涨。在随后的台湾民主选举中，台湾独派不仅赢得了立法院的半数席次，而且赢得了政权。台湾民意的走向清晰可见。对台湾民众而言，独派的说服力再简单不过。既然中共连大陆人民都不能善待，又如何能善待台湾人民？无论是台湾统派还是独派的立场，都可以反正中共才是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道理已经明白，拒绝民主就是拒绝统一。中共顽固阻挡中国民主化，阻挡的越久，两岸统一的可能性就越小。说到底，如果以统一和分裂为标准来论公罪，共产党宣传如是。可以说，1949年以暴力手段推翻国民政府的共产党，
不仅是当年分裂两岸的祸首，也是今日阻碍两岸统一的罪人。7. 共产党当政是人民的选择吗？中共当政自诩是人民的选择，实际上，共产党从聚小山林、占山为王，到勾结外寇、抢夺地盘，从挑动全面内战、颠覆国民政府，到建立野蛮暴政、血腥镇压民众，过程离奇、漫长、残酷之至。果真是人民的选择，又怎来如此周折，令整个民族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人民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完整的资讯和自由的意志基础之上。中共封锁信息，控制舆论，剥夺民众选举权，人民的选择又何从谈起？有的只是被洗空的头脑，被愚化的心智，被强加的意志。齐刷刷举起的手，仿如机器人的硬币，人云亦云的口舌，恰似被驯服动物的表演。事实上，共产党崛起于中国，有其外部成因，即苏联的建立及其对中国的渗透。当共产主义恶潮泛滥于世界之时，中国不幸失身其中。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解放，苏联解体，共产主义恶潮急退。按理，中共应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拱让于民主。当时，中国民众已经明确表示不再选择一党制，甚至要告别共产党。1989年，自称代表人民的共产党，却拒不接受人民的选择，不仅艰巨下台，而且悍然出动数十万全副武装的军队，用坦克和机关枪屠杀民众，将民众的选择权剥夺殆尽。挟暴力和谎言强行执政的中共，深知一旦交由人民选择，中共大小官吏的既得利益一息都不能保，因此人民的选择反而成为中共的恐惧所在。8. 土改是革命还是骗局？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共夺取政权前后搞土改的口号，土改则是中共造反起家的法宝。土改及其口号蛊惑了千百万农民，中共派遣工作组插入农村，强制划分阶级，强行夺取私产，并发动群众斗地主。随后，在革命的名义下，对地主予以公审和枪杀。毛泽东亲自指示，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怖，以期达到中共基层专制政权的巩固。果然，每到一处，中共干部必鼓动一些人编故事、做伪证、假诉苦，无中生有，指鹿为马，认为挑起矛盾、导演仇恨、制造恐怖和血腥。围绕土地，中国具有沿袭千百年、自然而和谐的农耕结构与雇主关系。中共的血腥土改破坏了自然的农业关系，打乱了和谐的乡村秩序，中断了正常的历史进程。原本相处和睦、相为扶持的农民与地主被迫反目成仇。农民分到土地，没有兴奋几天，却又被中共的公社化运动席卷一空。中共一指令下，农民被迫交出全部土地，甚至交出耕牛和农具。这一分一收，所有的土地和资源都收归中共一党所有。中国农民从此变得两手空空，一贫如洗，沦为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所谓土改，实足一场骗局。随后，农业大滑坡、大饥荒接踵而至，被饿死的3800万民众中，绝大多数都是当年诉苦、分地、斗地主的贫下中农。时至今日，中共仍然规定土地为公有及党有，而拒绝交还农民，仅以租赁方式联产承包，让农民耕种。一旦需要拿土地谋取更大暴利时，就强行圈占，甚至不惜暴力拆迁，不给农民补偿或仅给予微薄的补偿，美其名曰收归国有，实为党有。9. 谁挑起了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统治北朝鲜的金日成命令朝贡、朝鲜劳动党、军队、人民军越过38线，攻打南朝鲜、韩国，从而挑起了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最初，朝贡军队很快攻占汉城和南朝鲜大部分地区，一度将南朝鲜军队压缩在釜山地区仅1万平方公里的狭窄地带。朝贡之所以能在战争初期占据上风，乃是凭藉中共和苏共的强力支持。
早在1949年，中共刚刚建政，就抽调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官兵，合计兵力6.9万人，编入朝鲜人民军，构成朝军总数的一半。战争爆发后，中共又将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官兵10万人编入朝鲜人民军，构成朝军主力。1950年9月15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登陆仁川，协助南朝鲜反攻，之后迅速收复失地，攻占平壤，并推进至中朝边境。早已前进北朝鲜并为朝军后盾的中共军队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直接交战，号称抗美援朝。历经2年多大小战役拉锯后，各方达成停火协议，南北朝鲜回到战前的38线，各归自守。表面上看来，南北朝鲜或中美双方似乎打了个平手，但鉴于南北朝鲜的分治，又回到战前状态。作为战争的挑起方，金日成和北朝鲜无疑遭到可耻的失败。据中共自己的保守数字，中方军队死亡14万，受伤被俘失踪25万，共减员83万，付出巨大代价。战争结束后，在南朝鲜的要求下，美国驻军当地，至今依然，而北朝鲜却对中共军队下逐客令，不得留下一兵一卒。中共在战略上的失败显而易见。若干年后，南朝鲜、韩国越为发达国家，傲于全球，北朝鲜沦为饥荒之国，哀鸿遍野。从军事、经济、道义、地缘政治等诸方面合计，南北朝鲜及美中各方孰胜孰败，一目了然。实是右派还是左派？1957年，毛泽东引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古语，号召民众给党提意见，还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时间，国内知识分子大喜过望，国际上也泛起中共要搞民主的幻想。几个月后，中共突然翻脸，反戈一击，把为党建言的知识分子共计55万余人，统统打成右派，包括中右分子、反动分子等，则共计160多万。有人被迫害致死，有人被打入大牢，大多数则被下放劳改。毛泽东公开承认，他搞的是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中共反右的背景是1956年，在苏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破除个人崇拜。对毛泽东而言，这是误伤其类，竟策动反右运动，清除本国异己。于是，当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制相对减缓，政治气候相对放宽，民众苦难相对减轻之时，中国却逆向发展。反右开创了随后中国历史恐怖与血腥的20年。中华民族遭遇双重劫难、双重悲剧，共产党统治外加共产主义阵营中中共极端的暴政。实际上，被打成右派者并非什么右派，而都是货真价实的左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当年从国统区如上海投奔解放区如延安的左翼亲共知识分子，满怀解放人类的理想，却落入极端专制的囚笼。1980年，中共重平反右运动，因当年反右运动乃毛泽东策划，邓小平主持，此时邓出于私心，坚持对右派不予平反，只予改正，声称当年反右是必要的，仅仅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于是邓亲自裁定，仍将包括张伯钧、罗隆基、彭文英、楚安平、陈仁炳等在内的近100名人，以及各地知识分子1万多人保留为右派，不予改正，留下委办。11是天灾还是人祸？50年代末，中共发动大跃进运动，在赶英超美的口号声中，中共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毛泽东亲自鼓动各地放卫星，到处制造亩产上万斤的假新闻。一时间，高指标、瞎指挥盛行全国，共产风、浮夸风大行其道，以钢为纲，全国胡挖乱采，大炼钢铁，民众砸锅气勺，乱砍乱伐，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最致命的是，国民经济由此崩溃，大饥荒接踵而至。到60年代初，3800万人，另说4300万被活活饿死。短短3年，饿死者比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间饿死人的总数还要多。
而且这等人祸，即因政府行为失当造成的惨剧，在中共之前的历朝历代都不曾发生。与此同时，中共赶制原子弹，不惜耗尽国库。中共造出第一颗原子弹，耗费41亿美元。如果将该笔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以当时的物价估算，饿死的3800万人，本来一个都不会死。张荣、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面对大饥荒，中共谎托为3年自然灾害，毛泽东谎称7分天灾，3分人祸。连刘少奇都看不下去，当众揭穿是3分天灾，7分人祸。刘因此被毛整死。事实上，在中共统治下，几乎每一场灾难的背后，人祸都胜似天灾，人祸叠人祸。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共官方于3年之后才公布伤亡数字，死24万，重伤16万。这场大地震又创下多项人类历史记录，死亡最多，损失最大，救援最不利，重建最迟缓。屡犯渎职罪的中共，不仅从未向民众认错道歉，更无意下台，还随时往自己脸上贴金，变坏事为好事，掩盖手法至今未改。举凡SARS瘟疫、禽流感、艾滋村、层出不穷的矿难等等，中共的舆论导向都着墨于党和政府的关怀，灾情得到控制，云云，认为松弛预警机制在埋人祸于未来。12. 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文革全称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政治运动之一，就像他从前发动的所有政治运动一样，文革也以整人斗人杀人为特征，为达到登峰造极。嗜血成性的毛泽东早就狂言，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与人斗，其乐无穷。文革起源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在此之前，毛因发动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崩溃，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天怒人怨，不满情绪弥漫于民间，也蔓延于中共党内。毛在党内陷于空前孤立，眼看皇位不保，私欲和权欲极度膨胀的毛泽东，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犯罪进行到底。不仅毫不反省大跃进导致的大灾难，反而发动破坏程度更为猛烈和深重的文革。毛泽东煽动年轻无知的中学生或大学生起来造反，打倒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大批党内政敌，甚至将刘少奇等大批党政高官从肉体上灭绝。党内权力斗争残酷如此，国家和民族本身也连带遭受史无前例的浩劫。文革导致中国经济彻底崩溃，与世界差距空前拉大。文革拖垮了中国教育，高等教育完全废止。文革扫荡了中国文物古迹，包括黄帝陵和孔庙等祖宗之庙，都尽遭损毁。今日所成都是文革后重建的赝品。文革毁灭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文明和孔孟之道遭到肆意凌辱和践踏。文革破坏了中国环境，在大跃进重创的基础上，中国生态环境更趋恶化。文革摧残和屠杀了大量生命，数以百万乃至千万计的中国民众死于非命，部分地区甚至上演人吃人的害人惨剧。文革冲垮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同志出卖和亲情决绝，使人性泯灭而兽性泛滥。所有这一切对国家和民众贻害至今。毫无疑问，文革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犯下的天大罪行，铁证如山，罪不容赦。中共自知罪孽深重，至今将文革列为历史禁区，不准研究，不准评论，不准追溯。13亲共和投共的下场是什么？有人以为只有反对中共的人才遭到中共的迫害和摧残。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不仅迫害和摧残了无数普通中国人，也迫害和摧残了无数他们自己的同路人，及那些亲共和投共的人。连逆我者亡，顺我者昌的封建行为底线，都被中共变成了逆我者亡，顺我者亦亡的极端。上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左倾，其中许多人抱着天真的幻想，投奔延安，投靠共产党。不久就发现，中共独断专行，内部等级森严，远胜国民党。但当这些知识分子稍有微词，就遭到整肃。
比如王士卫，仅仅因为写了一篇批评中共官僚主义的《野百合花》，就惨遭杀害。其他如丁玲等人，则在延安整风中被整得脱了形。上世纪50年代初，因朝鲜爆发战事，中共为了稳住后方，不惜失言失信，突然集中屠杀先前投诚、起义和被俘的原国民党官兵，共计100多万人。50年代末，中共掀起反右运动，100多万人横遭迫害。这些右派视为左派，都是当年从国统区出走，甚至从海外归国，投奔共产党的人士，比如林昭、楚安平、张伯钧、罗隆基等等。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发动文革，掀起更大规模的迫害狂潮，不仅令数亿生灵涂炭，数百万知识分子遭殃，就连中共党内的大小干部都遭到批斗、毒打，乃至凌虐致死，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张志新等。无数早年亲共投共的社会精英不忍凌辱，纷纷自尽，比如老舍，著名作家，投水自尽；傅雷，著名翻译家，上吊自尽；上官云珠，著名演员，跳楼自尽；龙国团，世界乒乓球冠军，自缢身亡；田家英，曾为毛泽东秘书，自缢身亡；王莹，著名演员，潜伏国统区的中共资深特务，自杀身亡；陈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之女，曾为中共内线，跳楼自尽等等。除此之外，为中共充当间谍的金无代，在他国暴露被捕，立即被中共抛弃，含恨自杀狱中，则又属另外一类。时至上世纪80年代末，中共2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因同情学生，触犯把持既得利益的中共特权阶层，而在党内遭到谩骂围攻、非法罢黜，乃至终生软禁，均含恨而死。亲共和投共下场如此，前车之覆当为后车之鉴。可惜仍有部分中国人乃至部分海外华人为中共宣传所惑，为中共统战所误，至今执迷不悟，继续亲共投共，误把中共当中国。与虎谋皮，与狼同行，轻则阿谀中共政权，诋毁民主力量；重则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充当县民。其下场可想而知，要么为中共所害，要么与中共同归于尽，定数难逃。14中越战争谁胜谁负？20世纪下半叶，中共与苏共、越共等兄弟国家交恶并交战，成为共产主义阵营里典型的内斗和闹剧。1979年2月17日，邓小平调遣20万中共军队对越南展开了一场称之为自卫还击的战争。因作战不利，中方于3月5日开始撤军，16日撤回中国境内。这场中越战争持续1个月，中越双方都宣称获胜。中方称教训了越南，越方称打败了中国侵略。中方声称中方军人伤亡2万多，但越方公布中国军人死2万多，伤4万多。不管怎样，中越交战，中方付出了远远高于越方的代价。在现代战争中，尤其在一个大国对付一个小国的短期战争中，中共军队伤亡率之高，可谓惊人。原来，因在文革中之左，中共军队大搞政治挂帅，而疏于军事训练，加上众多将领被迫害致死，战斗力严重下降。越共军队却一直在打仗，经验丰富，士气高昂。中共曾长期支援越共，好装备都武装了越军，落后武器则留在了自己手上。越军兼有苏联提供和美军遗留的优质武器，装备占上风。中方阵亡军人的80%死于越军炮火。越南北部崇山峻岭，易守难攻，依靠人海战术的中共军队损失惨重。苏越结盟，对中共构成南北夹击态势。中共顾忌两线作战，形成战略上的被动。当苏共发出最后通牒，要中共撤兵时，中共不得不从。一句话，中越战争以中方惨败而告终。而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在中共的指使和纵容下，柬埔寨红色高棉柬共在柬国夺取政权，实施极度恐怖专政，4年间屠杀了1/4的柬埔寨民众，
其中也包括中国侨民和越南侨民。越共以保护其侨民为由，挥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顺带将柬埔寨人民从地狱中拯救出来。中共攻打越南，意在报复越共，力挺柬共。纵观今日柬埔寨，当年由越共扶持的政权依然当政，而中共支持的红色高棉早已经土崩瓦解，余党或自首或被擒，听候国际法庭的审判。这证明那场中越战争，中方不仅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且在政治上输得精光，留下无法洗脱的历史败笔。中越战争之后，双方又在边境拉锯和对峙战斗多年，至90年代，中共与越共重归于好，无数中国年轻生命白白充当了中共的炮灰。15没有6·4屠杀，就没有经济发展吗？6·4屠城震惊世界。每当人们提到这件影响中外历史的大事件，中共当局就辩解说，那是为了保持中国的稳定，没有6·4屠杀，就没有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且不说这一经济成就的虚实，6·4惨剧酿成本身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民主。6·4前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面发展高潮。6·4屠杀不仅葬送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即便在经济上，也直接带来至少3大后果。其一，官场腐败空前加剧。6·4时期，视为学生的主要口号之一就是反腐败，当局镇压，等于为贪官撑腰。贪官污吏愈加猖狂，加倍鲸吞中国经济成果，贪官外逃，资金外逃，国有资产被严重掏空。其二，旧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不仅为大规模官场腐败提供了最佳气候和肥沃土壤，而且长官意志继续凌驾于民主与科学决策之上，形成高成本、高消耗、高浪费、高污染的恶性循环。其三，中共制造6·4屠杀后，一直受到国际制裁，一些关键的经济制裁至今没有解除，比如美国、欧盟和日本，世界最大的3个经济体，都限制向中国输出高精技术。与西方75%的生产力来自技术进步相反，中国75%的生产力仍然来自人力、原料、能源等原始资源。换言之，搞了30年改革开放，中国仍然处于出卖资源、充当苦力、承办初级加工的原始阶段。毫无疑问，6·4屠杀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如果按照中共的逻辑，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乃是建立在6·4屠杀的基础上。推理下去，6·4不仅不能平反，一旦再现，还要再度屠杀。为了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面对任何民主呼声，都要一直镇压和屠杀下去。即便有一天中国经济达到世界第一，更要镇压和屠杀，因为不那样何以保持世界第一？16谁篡改了历史教科书？每当日本教科书中有淡化或掩盖其2战中侵略行径的痕迹，亚洲各国就同声谴责。可见历史问题高度敏感。中共也曾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指责日方，声称任何人都不能忘记和篡改历史。然而恰恰是中共自己干尽篡改历史和制造遗忘之能事。这一行径从中共建政甚至建党之日起就已经开始。比如抗日战争，明明是国民党浴血抗战，共产党破坏抗战，中共舆论却颠倒，说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又比如6·4事件，全世界都知道，中共出动数十万军队，动用大量坦克和机关枪，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学生，中共却反诬学生暴乱，并抵赖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中共也曾附和亚洲人民说法，要求日本反省。但是中共从不反省自己。日本的侵略罪行毕竟属于历史上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而不属于当今民主的日本。反观中国，举凡破坏抗日、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6·4屠城、镇压法轮功等等，都是共产党一党所为。不但有过去式，更有进行式。作者不仅没有下台，还高高在上；不仅没有反省，还强词夺理，专制与迫害；不仅没有结束，还持续进行，
企图进行到底。中共不仅创下屠杀与迫害之罪，也创下气量狭小之罪，凡是走极端，不留半点余地。这一点在中共编纂的教科书里也暴露得淋漓尽致。面对敌手，一概抹杀。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中共史书将其写得一团漆黑，连国民党领衔抗日的丰功伟绩都全然予以抹杀，甚至抹黑。连支援中国抗战的盟国也都一概抹杀，比如抹杀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决定性援助，甚至对近代史和古代史，中共也任意裁剪、阉割，为其所用。换言之，中共执政才50多年，就狂妄到要左右我华夏上下5000年的历史。最后，连他们的自己人，中共也都随意栽赃抹黑。谁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取胜，谁就改写历史，销毁文件，篡改档案，把失败或失势的一方写得一无是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中共不仅愚弄了民众，也把他们自己的党史写成了一笔糊涂账，以至于文革后，中共竟需要派人到海外收集文件，弥补中共文史的空白。独裁需要谎言，专制需要黑幕。纳粹德国的名言是谎言重复1000遍就成了真理，中共的名言则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谎言太多，痕迹太重，当权者怕露马脚，处处设置禁区。举凡6·4、文革、大饥荒、大跃进、反右、抗日战争等等，都成了禁区。最后，整个共产党的历史，甚至于整个中国现代史，都成了国内历史研究的禁区。于是，在当今中国，一个具有独立思维的史学家已经无从下笔。17，中国人站起来了吗？中国人民首次站起来是在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诞生。从那一天起，至少从形式上，中国废除了沿袭数千年的跪拜式，那种臣民对君王、百姓对官吏的跪拜礼。不仅如此，民国初年，国会选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中国人民从精神上也站了起来。虽然不尽完善，但举世公认，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然而，新制度立足未稳，部分民众还不习惯表面上的民主乱象，选举与政争，以挑剔的目光看待出生的民主，残余专制势力趁机作祟，各种野心家纷纷出笼。最后，打着解放旗号的共产党阴谋集团，凭藉暴力手段，在中国实现了专制总复辟，把中国重新拉回到人人自危，以至于鸦雀无声的旧时代。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此时，1949年，中共竟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事实是，中国人民重新跪了下去。3反5反，反右、文化大革命、6·4大屠杀、镇压法轮功，中共制造一波接一波的大血腥，使神州大地笼罩于一波接一波的大恐怖之中。在中共的淫威下，中国人不仅从精神上跪了下去，形式上也不例外。当年的军阀或国民党处决政治犯，还允许政治犯选择站着或是坐着，甚至允许高呼口号，甚至允许举行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与陈铁军。但中共处决政治犯，必强迫其下跪，如果不从，就打断膝盖骨。林昭为防高呼口号，用橡皮球塞嘴，林昭甚至割断喉咙，张志新甚至用竹签穿连下颚与舌头，李九莲甚至摘除器官，钟海元甚至活体摘除器官，法轮功学员，中国人跪下去了。最鲜明的写照莫过于发生在2005年底的汕尾血案。世界主要媒体都刊登了一幅照片，一批汕尾村民跪倒在一群荷枪实弹的中共武警脚下。至为可悲的是，这些跪下去的村民祈求的竟不是还我公道或惩办凶手，而仅仅是祈求领回被中共武警枪杀的亲人尸首。18. 如何看待毛泽东热？在清醒的人们眼中，毛泽东罪恶累累。即便中共本身虽为毛的罪行百般掩饰，却也发文定论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每逢毛的诞辰或死亡忌日，连中共官方
都极尽淡化，低调处理，年甚一年。然而，在中国社会上，甚至在世界上局部地区，所谓毛泽东热却不时沉渣泛起。有人打着毛像游行，有人热炒毛语录，有人兜售毛像章，有的出租司机甚至将毛像悬于车内，祈求趋吉避凶。匪夷所思的种种怪事不一而足，令许多人迷惑。前苏联曾经历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但早在上世纪50年代，苏共就彻底批判和否定了斯大林，并将其尸体移出红场。俄罗斯等国实现民主化之后，斯大林的名字更是被大多数民众弃若敝履。毛泽东之凶残，更甚斯大林。但中共为求自保，维持一党专政，明知毛罪孽深重，却并未对毛彻底否定，甚至于至今还将毛像悬挂于天安门城楼。况且，当今中共的独裁统治不过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延续。在中共无所不至的舆论导向下，中国民众继续蒙受愚弄，中共继续保毛重毛，等于为毛泽东热保留了随时可能死灰复燃的土壤。当今中国腐败横行，贫富悬殊，部分中国民众以为毛泽东时代虽赤贫却平均，出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守旧思维，这部分民众不免怀念毛时代，但这种怀念却是建立在对毛时代彻头彻尾的误会之上，依然是愚昧的产物。因为早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特权和腐败就已经暴露无遗，中共干部在工资待遇、票证供应、居住出行等等方面都享受巨大特权，连土地、耕牛、房产都悉数充公的老百姓几乎一无所有。毛泽东本人生活腐朽、荒淫而糜烂，早已人尽皆知。至于国际上部分地区，如在秘鲁或尼泊尔等偏远地带，一直有所谓毛派游击队活动，甚至在台湾和香港等地，时不时还有人煽起所谓毛泽东热。不过应验一句老话，物以稀为贵。在逆反心理的驱使下，遥远处的一些人把毛泽东当作稀有动物，盲目崇拜，实不足为奇。只要我们联想到德国的新纳粹运动、日本极右翼的军国主义复活思潮、俄罗斯零星民众高举该国屠夫斯大林的画像游行等等现象，就不难理解毛泽东阴魂不散，有人盲目崇拜，有人认贼作父，有人借尸还魂，不过是历史的尾声，现实的假象。这种尾声和假象丝毫不影响毛泽东的历史定位，一个残民已成、杀人如麻、嗜血成性、十恶不赦的暴君，中华民族的最大公敌。19. 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中共头目毛泽东一直被中共颂为伟大，吹捧其为大救星、红太阳。在毛自己填写的一首词里，也曾露骨地暗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于成吉思汗都不在他眼中。然而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至暴至恶、至凶至残，在这方面毛的确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统治者，不顾国计民生，公然破坏经济的，古往今来只有毛泽东一人。毛声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其当政的26年里，中国经济崩溃，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或者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绝无仅有。毛泽东公开蔑视教育，咒骂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将大多数知识分子或下放，或打倒，或折磨致死。毛声言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在其一手发动的文革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完全停顿，中小学教育也几乎完全荒废。国际上有人把毛泽东与希特勒和斯大林并举，成为20世纪的3大屠夫。但毛泽东的杀人记录却令希特勒和斯大林都大为逊色。希特勒屠杀了600万犹太人，斯大林屠杀了1200万俄国人，而毛泽东屠杀的中国人至少高达3000万，连同饿死者就有7000万中国人因毛的统治而死于非命。这一切都如毛自诩，史无前例。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普遍奉行杀人政治，然而即便在共产党国家里，
毛泽东也创下杀人之罪。嗜血成性的毛泽东不仅罔顾普通人命，动辄大开杀戒，即便对与其出生入死的战友和同志也毫不手软。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都惨死于毛的直接迫害，其他如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人也都受尽毛的打压和恐吓。毛泽东仇视中国，曾在其书信中流露深恶爱国主义。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之际，毛抵制抗日，暗中与日伪勾结，公然削弱和颠覆浴血抗战的国民政府。毛泽东仇视中国文化，以10年文革竭尽对中国文化、文物、古迹的全面毁灭，并发誓要期8年就来一次。毛泽东仇视中国民众，不仅大量予以屠杀，还狂言要打核大战，不惜让中国人死掉一半。毛泽东崇洋媚外，终身以德俄两国的马恩列斯为师，临死前还念念不忘要去见马克思。这句话已经成为中共官员的口头禅。毛泽东生活腐败，荒淫糜烂，从杨开慧到贺子珍到江青，都是一段婚姻未了，又重叠开始另一段婚姻，毛为此屡犯重婚罪。除此之外，毛泽东淫人妻女，糟蹋秘书，染指护士，玩弄演员，难以数计。有名有姓者就有张玉凤、孟锦云、谢静怡等人，无名无姓者更是不计其数。被毛泽东淫污的女人中，甚至包括其儿媳。而诸如冯风明、吴丽丽、上官云珠、孙维世等人，因不甘被毛泽东淫辱，或愤而出走，或含恨自尽，或遭毛杀害灭口。当今中共官员热衷和流行包二奶，大抵从毛泽东效法而来。毛泽东之暴恶，超过历史上任何暴君。商纣王、周幽王、楚厉王、秦始皇、隋炀帝等等都不在其话下。自称不信鬼神的毛泽东，晚年极度怕死。据其身边多人回忆，毛临死前最后1年，终日啼哭，以泪洗面。每一念及死神将至，就如临地狱，神情极为恐惧。二是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战争时期，毛泽东滥杀无辜；和平时期，毛泽东也暴虐成性，迫害异己，残害忠良，贯穿毛的一生，从未停止。在毛泽东奉行的阶级斗争哲学里，逆我者亡，顺我者亦亡，其身边大多数战友被他迫害致死。毛泽东的暴政造成总计7000万中国人死亡，创下世界之最，也创下历史之最。为了攫取和死守权力，除了杀戮，毛泽东也用尽骗术，号称阴谋家杨某。不但骗外国人，更骗中国人；不但骗普通民众，也骗党内同志；不但骗友人，也骗亲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毛泽东集古今中外骗术之大成，行骗一生，骗尽天下人。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巨骗。毛泽东是中共的标志，影响中共至今。否定毛泽东，就意味着否定共产党。历任中共头目都竭力保毛，目的是要保住共产党，保住他们自己。故而，毛像至今悬挂于天安门城楼，毛师至今霸占着天安门广场。既然招摇撞骗为人类所不耻，杀人犯罪为人类所不容，彻底否定毛泽东便是理所当然。如果连杀人如麻、嗜血成性如毛泽东者都能获得3期刊，就意味着希特勒、斯大林、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人也都可以获得3期刊，甚至于普通犯罪分子、恐怖分子更可以获得3期刊。如此，世上岂有正义，又岂有公理？21为什么要彻底否定共产党？镇压、迫害、清洗、杀戮是共产党国家的最大特征。凡共产党当政的国家，都引发大规模非正常死亡，或因屠杀，或因内斗，或因饥荒。对应的政权和非正常死亡人数仅举几例：朝贡、劳动党令数百万人饿死；柬共、红色高棉屠杀该国1/4人口，170万；苏共屠杀和迫害致死人口达3000万；中共屠杀、迫害和饥荒致死人口达7000万。共产主义带来的灾难规模之大，为祸之深，
远远超过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而中国共产党作恶之巨，更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当大多数共产党国家停止大规模清洗和迫害的时候，1956年，苏联和东欧，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一波接一波的将迫害与屠杀推向登峰造极、反右和文革。当大多数共产党国家顺应潮流，告别专制，和平转型之际，1989年，中共依然用屠杀手段镇压民众，扑灭民主之火，六四屠城。非但如此，中共毫不喘息，又继续迫害法轮功，镇压维权人士，欺压弱势群体，不断制造惊天血案。尸多不养，债多不愁。中共之路从来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甚至越走越远。既然中共以恶的本质呈现于世，既然中共决意将独裁进行到底，民众就只能对之彻底否定，彻底的埋葬也指日可待。22是毛泽东的罪，还是共产党的罪？提到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有人就说算了，都是毛泽东时代的事情了，要说犯罪，都是毛泽东的罪。不错，那的确是毛泽东的罪。然而那些巨大的罪恶工程，以毛泽东一人之力又岂能完成？只有开动了共产党这部巨大的犯罪机器，毛的罪恶才告竣工。有人又说共产党已经改了，不要老是纠缠历史旧账了。且不说共产党至今还在抓捕异己、迫害良知、镇压民众，毫无改正迹象，就说对那些历史罪恶，共产党又何曾表达半点歉意和悔意？即便轻描淡写地提到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也绝口不承认毛泽东一生的罪恶。非但如此，中共继续奉毛泽东为祖师爷，奉毛的言论为圣旨，奉毛的思想为信条，奉毛的制度为圭臬。共产党与毛泽东两位一体，何曾须臾分离？尽管中共已经演进到第4代甚至第5代，但它本身从未把这个党与毛泽东分开。天真的人们又何必自作多情？事情很明了，只要毛泽东的头像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只有毛泽东的尸体还霸占着天安门广场，便是确切地告诉世人，毛泽东是共产党的总代表，共产党是毛泽东的放大体，毛泽东的罪就是共产党的罪。23能不能原谅共产党？有人提出，既然你们主张民主，就应该原谅，尤其不要批评共产党，而要原谅共产党。有人甚至以其原谅共产党的切身经验来劝告对共产党持批评的人。有人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九死一生。文革一结束，迫害一停止，仅为减轻，精神迫害依然，他们连想都不想，就原谅共产党了。有的人其家属被迫害致死，自己也曾饱受牵连，暂时没事了，也就轻易加入了原谅共产党的行列。这类现象，往轻的说是麻木和糊涂，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绑架者爱上了绑匪；往重的说是势利和背叛，认贼作父，同流合污。对杀人犯的原谅，就是对被害人的无情，这是再也简单不过的道理。在中国，年年拉响警钟，纪念南京大屠杀，目的是为了提醒世人，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尽管日本政府多次为侵略战争道歉、忏悔，但每当日本正要参拜靖国神社，都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民众同声谴责。这里又引申出一个再也简单不过的道理，任何原谅都只能建立在犯罪方认罪、忏悔、道歉和赔偿的基础之上。说到中共，毛泽东时代固然罪恶累累，然而毛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不仅没有认罪、忏悔、道歉、赔偿，反而又平添了6次大屠杀、镇压法轮功、迫害维权人士等斑斑血债。既然我们不能原谅日本军国主义一族对我族的杀戮，年年纪念南京大屠杀，虽然日本人已经认罪和道歉，我们如何又能原谅共产党我族败类对我族同胞的杀戮，而不年年纪念大饥荒、文革、6四大屠杀等？况且共产党至今拒绝认罪和忏悔，宽宏大量如耶稣基督，
也是在罪人醒悟、忏悔、祷告和弃恶扬善之后，才会给予原谅、给予拯救。中共作恶多端，至今毫无悔意，不是变本加厉。此时此刻，原谅共产党，无异于做千古罪人。24. 中国历史阶段应该如何划分？中共当政之后，以马克思的历史观即所谓5阶段论划分中国历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其中，把秦朝以前划为奴隶社会，把秦朝以后划为封建社会，把中共自己的当政划为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正向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种划分的粗暴与扭曲是如此的明显。且不说中共本身远离社会主义，更近奴隶主义，就说针对古代历史，5阶段论也是肤浅和荒谬之至。例如，远在秦朝之前的周朝，虽然也是专制王朝，却是远比秦朝开明的温和专制王朝。紧接在秦朝前面的春秋战国，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鼎盛时代。仁政、非攻、以人为本等诸子学说，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其说周朝和春秋战国是奴隶社会，不如说残暴的秦朝才是奴隶社会。实际上，除了远古质朴无争、天下为公的尧舜部落时代，以及近代稍具共和与民主雏形的中华民国之短暂穿插，应该说，中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都属于封建专制社会。区别只是开明的专制与黑暗的专制，温和的专制与极端的专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世人见证了2个最黑暗、最残暴的极端专制政权。其一，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建立的暴秦；其二，毛泽东和中共依靠谎言和暴力建立的共产暴政。相比之下，共产党的黑暗与残暴又远远超过秦廷。毛泽东有言为证，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果然，毛泽东与共产党当政，制造出7000万冤魂，比历史上任何暴君和暴政制造的死亡总和还要多。秦始皇与毛泽东，一个身在2000年前，一个身在2000年后，两具幽灵交相对照，折算时间系数，中共政权的野蛮、倒退与反动形迹昭然。25. 中共与晚清何其相似？毫无疑问，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进入后期，当今中国可称之为后共时期。对比晚清与后共这2个相距100年的封建专制王朝，从本质到形式都有惊人的相似。电视剧《走向共和》正因生动地展示了这种惊人相似，被指影射，而遭到当局封杀。经济上，19世纪闭关自守达200多年的满清王朝，受到当时来自境外海上贸易、全球通商的冲击，而上世纪末闭关锁国达3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同样面临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和全球一体化浪潮的挑战。政治上，清廷面对国内外立宪或共和变革的压力，中共则受制于海内外民主改革的呼声。晚清与后共两者的口号、事件与人物，甚至可以完全画上等号。晚清主导的洋务运动，等于后共实施的改革开放；晚清国策祖宗之法不可变，等于后共立场坚持4项基本原则；晚清主张富国强兵和船坚炮利，等于后共口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军事现代化；晚清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于后共所谓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晚清首创十里洋场上海，后共炮制经济特区深圳；晚清声称1000年未有之变局，后共吹嘘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事业。外交上，晚清有外需和融，故签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后共有韬光养晦，故签中俄边界条约，搁置钓鱼台和南沙群岛等主权争端。失败的8·9民运，等于流产的戊戌变法；主导6·4镇压的太上皇邓小平，就是扼杀戊戌变法的老佛爷慈禧太后；被软禁的赵紫阳，恰如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忧心忡忡的后共高龄总理朱镕基，就是苦思极虑的晚清老宰相李鸿章；
今日劣迹斑斑的中共太子党，正是当年骄奢淫逸的晚清八旗子弟。至于官场腐败，100年后与100年前不仅酷似，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关键的一点，满清是历史上公认的外来政权，严格的说，中共也是外来政权，一个由德国人和俄国人混血的怪胎。毛泽东与中共披孔孟而崇马列，就是最好的见证。惊人的相似不仅见于体制内，也见于体制外。清廷腐败，但晚清多数留学生仍对其效忠。大名鼎鼎的严复是当时留洋海外、学有所成的代表人物。回国后，不仅没有为中国的彻底改造鼓与呼，反而与杨度等守旧势力同流合污，组成所谓筹安会，力主袁世凯称帝，为之符合中国国情。中共祸国之时，也曾有富集海外的导弹之父归国拥护，甚至伪证亩产上万斤为科学。时至今日，一些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学人依然保持对共产党的迷信。有人变身海归后，甚至倾其所学，贡献于封锁互联网，与独裁者合谋，剥夺中国民众的知情权，助纣为虐。26. 怎样看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从来就是一个政府的基本职能，连臭名昭著如秦始皇这样的暴君都懂。这就好像父母要送孩子上学，供养孩子吃饭一样，是为父为母者的起码责任。上世纪70年代末，中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迷惑了很多人，仿佛只有中共才搞经济。原来，中共执政的前30年，对国民经济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全面破坏。大跃进引发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文革浩劫，导致经济崩溃。原本落后的中国与世界差距更空前拉大。回观历史，历朝见证都首重发展经济，奖励农耕，政府修文验武，让民众修身养息。中共见证反其道而行，和平时期居然大规模屠杀民众，全面摧毁经济，所作所为创下历史和世界的双重纪录，罪孽深重，人神共愤。在高喊了30年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的口号之后，中共突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听起来完全多余而又极具欺骗性的口号。很显然，中共发展经济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保住政权，保住其高官厚禄等既得利益。6次屠杀前夕，一批中共老干部曾直言不讳道，共产党绝不能在这个时候下台，如果现在下台，被载入历史的共产党就只能是乱臣贼子。我们一定要抓住权力，搞几10年经济建设，只有那样才能抵消过去的罪行。中共老干部的肺腑之言反映了中共高层的普遍心态。然而，他们很天真，殊不知任何罪行都是无法抵消的，何况是杀人。在韩国，主导该国经济起飞的2任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因镇压民运和贪污腐化，下台后分别遭到清算，甚至被判处重刑，就是现成的例子。27. 如何看待中国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急于弥补中共人为破坏国民经济30年的罪孽，企图挽回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进而保住其既得利益，带领中共从政治大跃进一步跨入经济大跃进，从政治狂热一步滑向经济狂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下，全民皆上，金钱至上。为了提前尝一口现代化的洋荤，邓小平迫不及待地要立橱窗，搞西洋镜，集内外巨资搞了一个深圳特区，犹如100多年前慈禧太后促成的10里洋场上海。之后，中共更是牺牲农村，装扮城市，倾举国资源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对外橱窗，地方当局则群起仿效，也在各地城市大搞政绩工程、首长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无数工程自有捞不尽的油水。中共官员们乐得利用手中权力，随意批发土地，大规模洗劫国有资源，大兴土木，大肆烧钱，的确制造了中国城市外观日新月异和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因为在工程建设中，权钱交易，各方伸手，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层层吃水，制造出大批豆腐渣工程。桥垮路陷，楼塌人亡，丑剧悲剧比比皆是。大上海高楼林立，地面因之急剧下沉，北京城气派辉煌，却经不起一场暴雨的冲刷。2004年7月，这已经证明，即便是表面光鲜的中国城市，也是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穿。机遇其外，败絮其中。进出中国，感叹中国惊人变化的人们，看到的不过就是这类华而不实的橱窗。同时，官商黑勾结，急于谋利，动辄上演鬼子进村，实施强行拆迁、暴力拆迁、强行征地、暴力征地。在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背后，血腥满天，哀鸿遍野。拆迁户和失地农民的天怒人怨，构成中国城市天翻地覆的最大背景。28. 中国是大市场还是大赌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因此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市场，这一点不因任何人或任何党执政而改变。但是，中国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创造的经济产值却仅名列世界第4至第7，人均产值更低，至今排名在世界100位处。大市场效益不彰，中共当局以大市场为诱饵，吸进大量外资，并以大市场为招牌，浮夸经济实力，又以大市场为幌子，用虚幻的前景迷惑大众。如今，这个大市场的种种优势都正加速消失，资源掏空，可支用土地锐减，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民间抗争加剧，社会失稳。在这个大市场的背后，是人治、污染、浪费，是贪污、腐败、糜烂，是权钱交易、警匪一家、黑白河流。股市本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但在中国，因黑幕交易、违规操作，股市大起大落，扑朔迷离。官商合谋往往在哄抬股价、吸进大量投资后，突然让股市转为暴跌，并长期陷入熊市。于是，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像中国股市那样，与其宏观经济表象如此脱节。这不是股市，而是赌场。国内经济学家甚至铁口直断，连赌场都不如，因为即便是赌场，还有公开透明的游戏规则，而中国股市几乎没有规则，或者一些最起码的规则也得不到遵守。故意将濒临倒闭的企业强推上市，大量发行垃圾股，套牢无数散户的，许多时候竟是政府行为。中国股市就是整个中国市场的形象缩影。如果说是市场，那是短期行为的市场；如果说是天堂，那是投机者的天堂，所谓冒险家的乐园。及时行乐，转瞬即逝。与其说是大市场，不如说是大赌场。官员从荣极意识到锒铛入狱，商人从富甲一方到倾家荡产，如此这般的折子戏，在这个大赌场里连番上演，无休无止。连广大观众都已经看得眼花缭乱，见怪不怪，拍案而不惊奇。29. 中国环境污染有多重？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大城市中，中国就占了7个。这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连年发布的报告，其中中国的太原市还拔得头筹，荣登榜首。世卫组织通过对中国300个城市的测试，得出结论，70%的中国城市不宜居住。世界银行的研究则表明，70%的中国河湖遭受重度污染，每年至少有30万中国人直接死于环境灾难。中国环保总局发布的报告承认，20%的中国人口居住在严重污染地区。该局2006年统计，因污染造成的环境灾难，每年耗费国家20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10%，与10%的经济增速正好抵消。换言之，加入环境恶化的因素，中国经济增长实际等于0，即绿色 GDP 为0。当今中共官场的风气是，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并加官进爵，各级官员只顾追求产值，罔顾环境保护。所谓产值，就是政绩。环境恶化
却无人追究。至于中共高层，不仅无心和无能治理环境，还不准独立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研究和监督环境问题，甚至动辄将这些人士和团体投入监狱。中共将日趋恶化的环境危机也视为国家机密，往往对环保人士强加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的罪名予以迫害。中国污染成为世界之最，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始作俑者。毛以狂热的大跃进超度砍伐森林，造成严重水土流失，邓留给中南海一则遗训，先富起来再说。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和后遗症，按邓小平的口头禅，都留给后人。如果不是因为要举办奥运会，受制于国际压力，中共当局几乎全然不理会环境问题。奥运会之后，中国环境灾难或恐更加深重。严重污染的中国空气已经殃及邻国，甚至横跨太平洋，到达美国西岸。越来越多的国家为此怨声载道。在这方面，连海外亲共人士都不敢出头说话。中共以导弹攻击卫星后，在太空留下数以万计的永久悬浮碎块，影响各国卫星运行，等于又将污染带到了太空。显然，中国环境污染成为另一种形式的中国威胁，应为中共威胁另一种形式的惶祸。作为一个最不负责任的政府，中共当局的做法不仅损害中国，而且祸害全球，不仅戕害今人，而且贻害子孙。说到底，长期把持朝政而拒绝接受监督的中共，早已成为全人类的公害。30. 中国假冒伪劣产品何其多。在中国，多年来流行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农民喝农药自杀，结果没死，因为农药是假的，送到医院打点滴，结果却死了，因为点滴是假的。当今中国号称物质丰富，却是遍地假冒伪劣、假货毒物。以民以食为天的食品而论，奸商为谋取暴利，掺假作伪，将大量假冒乃至有毒食品推销上市。假酒、假茶、假盐、假醋、假酱油、假火腿、毒米、毒菜、毒油、毒粉丝、毒奶粉、毒馒头，相关的还有假烟、假药、假肥料、毒筷子、毒针头等等。假毒食品轻则致伤致残，重则夺人性命，种种惨剧几乎天天在中国上演。其他商品也是如此，中国大市场充斥着难以计数的假冒伪劣产品。在工程建设中，因官商勾结、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甚至在文化教育领域，也是假货冒牌横行，连大学文凭都大量造假作伪。只要肯出钱，纵使文盲或半文盲，也能买到博士学位。怎一个假字了得！有道是，在中国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假大空本身就是中共的发明和专利。俗话道，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中共可以伪造历史、粉饰现实、胡编乱造教科书，连在外交场合都睁眼说瞎话，奸商们大量炮制假冒伪劣产品，又岂不是上行下效？随着外贸激增，中国假冒伪劣产品也大量输出，制造了另类中国威胁，应为中共威胁。美国海关查获的假货中，60%以上来自中国。在世界各地，因中国假货毒物而闹出人命的丑闻与日俱增，这正是中共统治下的汹涌惶祸。假货横行，毒货泛滥，与其说是商品之毒，不如说是人心之毒；与其说是人心之毒，不如说是制度之毒。经过中共半个多世纪有目的、有系统、有计划的摧毁与摧残，社会道德滑坡，官商天良丧尽，假冒伪劣成为中华民族的又一大国耻。